各位亲爱的街坊邻居、厝边头位，大家好，我是胡全。不知道啊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生活中啊，难免都会遇到一些小意外。比方说天气一热，晚上啊想开个窗透透气，结果就被蚊子叮得这里一包那里一包，痒到困不去睡不着。或者在灶焦厨房准备晚餐，想说给家人加个菜，一不小心，哎呀，锋利的菜刀就亲到自己的手指头，血马上就流出来。更常见的就是那个热水热油，不管是泡茶、煮面，还是煎一条香喷喷的鱼，那个滚烫的热气跟油腥，真的是说来就来，一烫到，哇，那个痛啊，是钻到心肝底去。遇到这些时候啊，大家第一时间都是怎么处理的？是赶快冲去抹一点口水，还是拿牙膏来涂？您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好得最快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以后不会留下一条丑丑的疤吗？别担心，今天福全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自己亲身试过，真的非常好用的中医急救小撇步。这些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，材料又简单，很多咱家里就有，保证您一学就会，马上就能用来照顾自己和家人。很多新朋友可能会好奇，福全你一个社区理事长，怎么会对这些健康养生的东西这么有研究？哎呀，其实这不是没原因的，讲起来也是几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我太太就是我老婆，她去做健康检查，回来那个血糖报告数字是红色的，亮起红灯。医生讲的有点严重，说再不控制，以后会很麻烦。我听了心里很急啊，咱辛苦一辈子，不就是希望老来有个伴，可以健康快乐地到处走走看看吗？就是从那一天起，我才下定决心，不能再光听别人说了。我开始去翻书，去上课，把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智慧一点一点学回来。我心想，我得先把我太太跟自己的身体顾好啊。没想到就这样一路学下来，还真的学到很多宝贵又实用的方法。我太太的血糖也在咱们的努力下慢慢稳定下来了。所以今天我就像报好康一样，把这些我自己验证过真正有效的好东西拿出来跟各位好朋友分享。好，咱先从最常见的蚊子叮咬开始讲起。前阵子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位年轻妈妈分享，她说她被蚊子叮了好几个包，其中一个在小腿上，因为实在太痒了，就一直抓，结果抓到破皮。没想到过没几天，那个小小的蚊子包竟然又红又肿，还开始流出黄黄的水，就是咱们说的组织液。他吓到赶快去看医生，医生一看脸色很严肃地跟他说，你这个再晚一步就可能变成蜂窝性组织炎了。大家想看看，一个小小的蚊子包竟然会搞到差点要住院，是不是很吓人？这就牵涉到一个很多人从小到大的习惯，被蚊子叮了，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是不是很多人会下意识的用舌头舔一下，抹点口水在上面，觉得好像比较不痒了？这个方法，福全在这边要很郑重的跟大家说，千万不要再用了，尤其是有小孙子、小孙女的阿公阿嬷，一定要教他们改掉这个坏习惯。为什么？我讲个趣味的故事，您就懂了。古时候有句话说，毒蛇出没之处，7步之内必有解药。人的口水其实也带有一点点微弱的毒性跟酵素成分，所以抹上去的时候，确实能短暂的麻痹一下痒的感觉。但是您千万不要忘记，咱们的嘴巴里细菌是非常非常多的。
你想哦，小朋友在外面玩，手脏脏的，抓破了皮，您再叫他用口水去抹，那不等于是把几亿只细菌直接送到伤口里面去开派对吗？那位妈妈的例子就是这样，小伤口变成大感染，真的是得不偿失。那到底要怎么办才对？很简单，福全教您2招，天然、安全又有效。第1招就叫做冰敷止痒法，这个最简单，您只要拿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手帕包着冰块，如果临时没有冰块，冰箱里冰的饮料罐、牛奶瓶也可以拿来应急，然后轻轻地按压在被叮的地方。记得哦，不要一直冰着，这样皮肤会冻伤。您可以按个10秒钟，拿起来休息一下，再按10秒钟，这样来来回回大概5分钟左右，您会很明显感觉到那个又痒又肿的地方好像被冷静下来了。因为低温可以让血管收缩，痒的感觉跟红肿的程度就会很快降下来。第2招，如果您家里有泡茶的习惯，那就更棒了。这招叫做茶包收敛法。您泡完茶，那个茶包不要马上丢掉，等它稍微凉一点，还有一点温温的时候，把它拿起来，像敷面膜一样，直接敷在蚊子叮的地方。为什么茶包这么神奇？各位泡茶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尤其是比较浓的茶，那个茶水喝到嘴里，舌头、嘴巴两边是不是会有一种涩涩的，好像被收紧的感觉？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这个让茶水变涩的东西，在学术上叫做鞣酸。您把含有鞣酸的茶包敷在皮肤上，它就像一只温柔的小手，在帮您那个发炎肿起来的皮肤做一个收敛的动作。它会轻轻的、慢慢的把那个肿起来的组织收紧、压下去。红肿一旦消了，痒的感觉自然就跟着不见了。不管是绿茶包、红茶包，都有这个效果。是不是很环保又很有效？讲到蚊子，福全再多分享一个驱蚊的小撇步。夏天蚊子多，很多人会点蚊香、喷杀虫剂，但那个味道闻久了，对身体总是不好。您可以去中药房买一把丁香，就是咱们卤肉用的那个香料。然后用一个小布袋或是不要的丝袜把它装起来，分成好几包，挂在窗户边、阳台门口或是床头。丁香有一种特殊的气味，是蚊子非常讨厌的。用这个方法，天然、无毒又安全，家里有小孩子跟宠物的，可以放心使用。好，讲完了这个恼人的蚊子，咱再来讲讲厝内，尤其是造礁的意外。造礁如战场，这句话一点都没错。每天在那里切切洗洗、煎煮炒炸，真的是很难避免一些小状况。首先讲切伤，我相信每位家庭主妇手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做菜留下的纪念品吧。切到手的时候，血一直冒，心里一慌，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一般的标准急救步骤大家都知道：第一，用干净的纱布或卫生纸直接压住伤口，加压止血；第二，等血停了，用生理食盐水或干净的饮用水把伤口冲洗干净；第三，用优碘或药膏消毒；第四，贴上 OK 绷或纱布包扎起来。这个流程是完全正确的，但是今天福全要跟您分享一个更厉害的进阶版法宝。这个东西可以让您的伤口好得更快，而且不容易留疤。这个法宝就是中药，叫做田七，也就是大家更熟悉的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。讲到这个，我要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。那大概是40多年前，我还年轻的时候，
有一次，我因为别的病去看一位西医的外科医生，在问诊的时候，他刚好拉开抽屉要拿东西，我眼角余光就瞄到，在他的抽屉里竟然放着一罐我们很熟悉的红色瓶盖的云南白药。我当时心里非常惊讶，我想说，这不是中药吗？您一位西医的外科医生怎么会在用这个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很多内行的医生都知道，田七这个药材在止血、化瘀、消肿、促进伤口愈合方面效果是世界级的。它不只是能让血快速停住，它最厉害的功效是化瘀，也就是让底下的淤血散开，这样新的肉才能长得又快又漂亮，比较不会留下黑黑的疤痕。所以以后如果不小心切到手，在您完成前面说的标准急救步骤之后，如果家里有备一罐云南白药的药粉，可以在消毒完、伤口是干净的状态下，撒上薄薄的一层药粉，然后再包扎起来，您会发现伤口真的会好得特别快。讲完了切伤，接下来就是造焦的头号大魔王烫伤。这个真的是太常见了，被滚水烫到，被热汤溅到，被锅子边缘碰到，那个灼热的刺痛感真的会让人跳起来。之前我在别的影片有教过大家，如果烫伤，可以赶快用大量的盐巴去覆盖伤口，可以快速降温，避免起水泡。很多朋友试了，都跟我说效果非常好。但是有2样东西，我今天要特别大声的提醒大家，烫伤的时候千万不可用。第1样就是牙膏，第2样就是面粉。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，很多人烫到了就急着抹牙膏，说凉凉的很舒服。各位乡亲啊，千万母汤哦，千万不可以哦。牙膏虽然凉，但它里面的成分复杂，有些还含有颗粒，不但没有任何杀菌消炎的作用，反而会把热气闷在皮肤底下，让伤害更深。而且牙膏粘在伤口上，干掉之后很难清理。您到医院去，医生光是帮您把那些牙膏刮掉，就是一种折磨，还可能造成2次感染。面粉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它只会跟伤口渗出的组织液糊在一起，变成一个细菌滋生的温床。所以记住，牙膏、面粉绝对不行。那除了用盐巴，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？特别是针对那种已经起水泡或是水泡破掉的烫伤，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好了之后完全不留疤？有，今天福全就要来揭晓这个可以说是压箱宝等级的秘方。这个方法是我一位同学亲身验证过的，效果好到让人难以相信。这个秘方很简单，只需要2样东西。第1样是中药房就买得到的滑石粉，第2样是咱家里都有的橄榄油，记得要用好一点的冷压初榨的橄榄油。我那位同学，他有一次被滚水烫到手背，面积还不小。他看了医生，也擦了药膏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过了2个礼拜，那个伤口还是湿湿黏黏的，一直好不了，红红的一片，看了就让人心疼。后来有位懂中医的老师傅就教了他这个方法。来，大家可以跟着我想象一下那个过程，或是直接拿笔记下来，以后一定用得到。这个方法我们就叫滑石橄榄油膏。您先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，不能有水哦。然后去中药房买最普通、最便宜的滑石粉，倒一些到碗里面。接着拿出您家的冷压橄榄油，先滴几滴进去就好，不要一次倒太多。用一只干净的小汤匙开始顺时钟搅拌，您会看到粉跟油慢慢的结合。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干干的，不要急，再加一点点油，继续搅拌。要搅到什么程度呢？那个理想的状态，就像咱们早餐涂面包的花生酱，或是拜拜用的那种麻薯，那种黏黏稠稠、膏状的感觉。
就是您用汤匙把它舀起来，它会粘在上面，不会滴滴答答的流下来，但又不会太干硬。这个稠度是最刚好的。调好之后，用棉花棒轻轻的、温柔的把这个油膏涂抹在烫伤的伤口上，动作一定要轻，是用覆盖的，不是用摩擦的。涂上之后，再用纱布轻轻的包起来，避免沾到衣服。我那位同学用的这个方法之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说，简直是奇迹。本来2个礼拜都湿湿黏黏的伤口，涂了这个油膏，隔天早上打开纱布一看，整个伤口表面都变干了，而且红肿也消了大半。他就持续这样，每天换1次药，大概1个礼拜左右，新的皮肤就从底下慢慢长出来了。最神奇的是，等全部好了之后，他那个烫伤的地方，皮肤跟旁边几乎一模一样，完全没有留下那种又硬又皱的疤痕。滑石粉本身有干燥、收敛伤口的作用，而好的橄榄油有非常好的抗发炎、滋润、帮助皮肤再生的效果。这2样东西加在一起，就成了一个最天然、最厉害的烫伤修复膏。讲到油，很多婆婆妈妈们在厨房最怕的就是煎鱼、炸东西的时候，那个热油啪一声溅起来，喷到手上或脸上，那个都是小点小点的，但也是痛得要命。这种时候，除了冲冷水，福全再教您一个急救法。如果家里有这3种好油的其中一种，您可以立刻拿来涂在被油溅到的地方。哪3种油呢？第一，冷压的亚麻仁油；第二，就是刚刚讲的冷压橄榄油；第三，冷压的芝麻油。这3种油都含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、抗发炎成分，在第一时间涂抹，可以很有效地舒缓灼热感，并且降低皮肤的发炎反应。好，说到这里，福全想问问大家，今天分享的这些急救法，特别是这个烫伤不留疤的秘方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您或您家中有没有什么阿嬷传下来的类似的祖传急救小撇步呢？非常欢迎您在底下留言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让我们一起交流，一起学习。最后，我们要来讲一个情况更严重也更特殊的，如果是被动物咬伤了，像是被狗、被猫咬到，那该怎么办？首先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，一定要马上去看医生，因为动物的嘴巴里细菌很多，有破伤风的风险。如果是流浪动物，还要考虑狂犬病的问题。所以，清洗伤口、打破破伤风针，这些正规的医疗程序，一步都不能少。但是，有时候会遇到一种状况，有一位病人，他之前来找过我，他说他被自家的狗咬到小腿，伤口不深，也去医院处理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过了1个月，那个伤口就是不肯好好愈合，一下好像快好了，一下又流汤流水，反反复复，看遍了中西医，药也吃也擦了，就是没办法完全好起来，让他非常苦恼。这个时候，老祖宗的智慧又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在古代医书里面其实记载了很多处理这种动物咬伤、伤口长久不愈合的方法。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方，出自晋代葛洪写的《肘后备急方》。这本书名就告诉您了，是放在手肘后面，随时可以拿出来应急救命的方子。里面就提到一味药，专能处理这种恶犬咬伤、伤口溃烂的问题。这味药叫做地榆根，榆树的榆。书上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把地榆根的根切下来，捣成粉末，然后一部分用来内服，一部分直接撒在伤口上，内外夹攻，双管齐下。这位病人来找我之后，我就教他这个方法，他照着做了，结果呢，
那个困扰他1个多月、让他寝食难安的伤口，竟然就这样慢慢的、顺利的收口愈合了。为什么地鱼羹这么厉害？因为它在中药里有几个非常关键的作用：凉血止血、解毒消肿，还有最重要的收敛生肌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但能帮您把伤口里的毒素清掉，还能帮助新的健康的肌肉组织快快地长出来。对于那种长久不愈合的顽固型伤口，效果特别好。这就再次证明了咱们中医的智慧真的是博大精深，很多时候都能在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的地方提供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。好了，今天从蚊子叮、切伤、烫伤一路讲到动物咬伤，福全分享了好几个我自己觉得非常实用的居家急救妙方。这些方法都是老祖宗经过千百年验证流传下来的宝贵智慧。它们的特点就是材料简单，方法好用，能在第一时间帮助我们和我们关心的家人处理生活中这些小意外，让我们更安心。今天福全分享的这些急救妙方，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智慧，希望对您和您的家人有帮助。如果感觉有学到东西，拜托您一定要订阅咱们的频道，这样福全下次有新的好方法，您才不会错过哦。也欢迎您在底下留言，分享您家中有没有什么阿嬷传下来的祖传秘方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。最后，请帮我按一个赞，并且把影片分享给您关心的亲朋好友，让大家一起学起来，一起更健康。我是福全，咱们下次见。